世界首富一人买下整个地球，20亿穷人连呼吸都要钱，贫富差距拉到极限有多可怕？刘慈欣关于人类末日的预言比《三体》更黑暗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扁豆看电影。本期我们一起来欣赏刘慈欣2005年发表的得意力作《赡养人类》。华堂是一名顶级杀手，这天他接到了一单特殊的业务，世界上最富有的13个人雇佣他去杀死世界上最贫困的3个人。这3个人不是伪装的间谍，也不知道什么惊天的秘密，只是单纯的社会最底层最穷的3个人。虽然业务就是业务，但华堂心里十分困惑，这3个穷人怎么就得罪了这群超级富豪，以至于非杀他们不可呢？华堂收下定金，走出大楼，望了望天空，一艘外星飞船正缓缓移过。1周前，哥哥飞船降临了地球，其外形形似一粒胶囊，表面是光滑的全反射镜面，就像三体水滴一样简洁优雅，高调地显示着哥哥文明遥遥领先于人类的科技实力。哥哥文明所在的星球和地球差不多，距离太阳系200光年，文明历史比地球人类长2倍，所以人类应该叫他们哥哥。哥哥文明长途跋涉来到地球，如此耀武扬威，显然没怀什么好意。华堂开着车，按照片上的地址踩点。他首先去的是春花广场，没费多少劲就找到了照片上的人。那是个普通的流浪汉，正在垃圾桶中翻找食物。华堂感觉很奇怪，春花广场原本是流浪汉聚集的地方，如今只剩下这1个人了，其他的流浪汉去哪了？难道都被暗杀了吗？随后，华堂又找到了第2张照片上的地址，目标是一个流浪画家。他用纸箱搭起的窝棚里挂满了大小不一的画，这些画风格各异，很有想法。华堂看中了一幅，想买下来。他问画家多少钱，画家只说你看着给吧。华堂取出全部大钞递给画家，但画家只从中抽了2张，说道：“我的画只值这么多。”最后，华堂来到了第3张照片上的地址，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。华堂很快找到了目标，一个瘦弱的小女孩。因为这里跟春花广场的情况一样，拾荒者的人数大大减少了。杀死3个手无寸铁的穷人，杀死一个可怜的小女孩，为什么？华堂有些下不去手。突然，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违反了行业的最高准则：瞄准谁与枪无关。华堂走入垃圾场，准备杀死小女孩，可当他抬起枪口与小女孩对视的那一刻，他的手一软，枪差点滑落。是果儿。果儿是华堂认识的一个小妹妹，14年前，果儿被人贩子尺哥买去，锯断了腿。那时候，华堂还是尺哥的保镖，他亲眼看着尺哥将孩子们弄残废，然后放到城市里乞讨。尺哥由此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，后来发了财，成了黑帮老大。果儿则因为伤口感染，痛苦地死在了华堂怀里。从此，华堂的血变得冰冷。他时常做梦，梦见长大后的果儿正是眼前这个姑娘的模样。华堂深得尺哥信任，后来尺哥送他去了杀手学校深造。华堂学到了大量顶级的杀手技巧，同时钻研学习了海量知识，成了一名有文化有思想的杀手。华堂从杀手学校毕业的第1件事就是杀死尺哥，为果儿报仇。他把子弹送进尺哥腹部，看着尺哥在血泊中整理自己流出的肠子，塞回肚子又流出来，一遍一遍，直到咽气。之后的3年，华堂杀死了41人，都是富人，他也因此遭到警方通缉。垃圾场，华堂还是没能开枪，他眼看着女孩走掉，然后回到大楼，找到了13名客户，问他们为什么要杀这3个人。亚洲首富朱汉阳说道：“你违反了自己行业的职业道德。”华堂表示必须了解原因，否则拒绝执行任务。世界女首富徐雪萍说道：“知道了杀死他们3人的伟大意义，你会更有执行力。”于是朱汉阳站起身，示意大家去外面。华堂同13个人走出大楼，天空中哥哥飞船正在分裂成无数子船。众人开着车在城市里四处寻找，目标是流浪汉。每找到一个，便发给他一个小提箱，打开箱子里面全是钱，足足100万。流浪汉总是难以置信地问：“你们需要我做什么？”朱汉阳耐心地回答：“如果外星人来了问起，你就说这是你自己的钱，只有这个要求。
能做到吗？流浪汉疯狂点头。朱汉阳和徐雪萍向流浪汉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表示感谢。最令华堂震惊的是，他们表达谢意时的样子看上去无比真诚。之后，他们每见到一个穷人，都会给一个小提箱。华堂终于明白了流浪汉大幅减少的真相，也意识到了世界将要发生的巨变。朱汉阳叹道：“以后世界上不会有贫穷了，也不会有富裕了。”朱汉阳转向华堂：“你现在看到了，我们不是杀穷人的变态，相反，我们正要把财富散发给最贫穷的人。在全世界的城市和乡村，我们公司的员工都在这样做。他们带着集团的全部资产，一车车的现金，去消除贫困。”天空中，各个飞船完成了解体，1000多艘子飞船悬浮在地球上空，地球被包围了。每艘子船都有航空母舰那么大，一艘子船上的武器就足以毁灭地球。就在昨天，他们毁灭了澳大利亚。毁灭？怎么毁灭？一种射线从天空扫描了整个澳洲大陆，射线能够穿透建筑物和掩体，人和大型哺乳动物都在1个小时内死去，其他生物安然无恙。城市中灯没有熄，电脑没有关机，人却死光了。这是一种力量的显示。之所以选中澳大利亚，是因为它是第一个明确表示拒绝保留地方案的国家。什么方案？华堂看向朱汉阳，朱汉阳说出了来龙去脉。各个文明其实是一群流浪者，他们在自己的星球无法生存下去，因而占领地球。至于地球人类，将被全部迁移至保留地澳洲。地球上的其他领土都要归各个文明所有。这一切会在今天晚上的新闻中公布。那50多亿人挤在澳洲，岂不是很快就会被全部饿死？没那么糟，在澳洲保留地，人类不需要从事生产都能活下去。靠什么活？各个文明会养活我们，他们打算赡养人类。人类所需的一切生活资料将由各个星人长期提供，并且平均分配。人类社会将不再有贫富差距。那按照什么标准分配呢？这就是问题的关键。各个星人会对地球进行全面的社会普查，以确定目前人类社会最低的生活标准。各个星人将按照这个标准进行分配。人类社会最低生活标准，我明白了，我都明白了。其实各个星人的方案还算公平。如果人类不存在贫富差距，最低的生活水准与最高的相差不大，不需要生产就可以获得配给，那保留地就是人类的乐园。所以现在要做的，就是在各个文明社会普查之前，迅速抹平社会财富的鸿沟。在世界联合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大扶贫正在开始。富国将把财富向穷国倾倒，富人将把金钱向穷人泼洒，而这一切是完全真诚的。如果有穷人不要你们的钱，对，虽然少，但他们足以形成一个社会阶层，那他们的生活水准就会被当作人类最低的生活水准，进而成为分配标准。所以你们委托我杀掉这些人，没错，你是在为人类造福，在拯救人类文明，我明白。春华广场，华堂问流浪汉：“你为什么不要他们的钱？”流浪汉邪魅一笑：“他们在求我。我要是要了他们的钱，他们就不会求我了。有钱人求我，很爽的。”华堂又找到画家，问他为什么不要钱。画家说：“我的画是描写贫穷和死亡的，如果成为了百万富翁，我的艺术就死了。”华堂点点头：“我会让你的艺术活下去的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的画。”垃圾场，华堂一眼就找到了小姑娘，因为这里只有她一个人了，其他的拾荒者显然都拿钱走了。一路上，他提醒了自己1000次，他不是孤儿，不要被少年时代那残存的温热记忆所影响。你是一个冷血杀手，你在拯救全人类。于是，华堂掏出枪。子弹绞碎了小姑娘的心脏，在倒地之前，她便已经彻底死亡。这没有必要。声音来自身后，垃圾场中央站着一个男人。华堂警告道：“你想报警吗？”来人摇摇头：“我们现在不干涉人类的事。”这句话让华堂原地炸裂。细看来人果然不像一个普通人。你们下来了？对。
我们早就下来了。华堂猜的没错，来人正是哥哥星人。你们那儿也有穷人吗？当然有，我就是穷人，一贫如洗的穷人。他指了指天空的星环，我们都是。你们来了多少人？目前有50万人，几年后到达的1万艘飞船将带来10亿人，都是活不下去的穷人。一个世界怎么可能有那么多活不下去的穷人？社会不会乱吗？穷人不会反抗富人吗？社会很稳定，穷人造不了反。哥哥星人想了想，说道：“我给你讲讲我们星球上穷人和富人的故事吧。”起初，哥哥星文明和地球文明十分相似，虽然有贫富差距，但还不是很夸张。巨富和赤贫的人都很少，中产占大多数。人们普遍相信，随着社会进步、科技发展，贫富差距将进一步缩小，人们将进入人人均富的大同时代。但很快，这种状态被一件事情打破了——教育革命。随着脑机接口的研究突破，我们掌握了直接往大脑里灌输知识的技术。大脑中可以植入一台超级计算机，它可以存储海量的知识，这些知识可以直接变成清晰的记忆。这时，知识、智力、思想能力都成了商品，都可以买得到，但是非常昂贵。一个人接受超等教育的费用大概相当于你们这的1个亿，只有极少部分人能够支付得起，当然收益也是巨大的。完成超等教育的人比普通人高了1个维度，二者的智力就像人和狗的差异一样。而且这些超级知识阶层还形成了自己的文化，普通人对于这种文化无法理解，于是阶层彻底固化，一件事自然而然地发生了，穷人和富人变成了2个物种，穷人不再是人了。以前穷人太多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，如今穷人想要反抗已无可能，就像狗的数量再多也威胁不到人类，但如果狂犬病危害到了大部分人的安全，人就有可能把狗杀光。对穷人的同情关键在于同字，当双方相同的物种基础不存在时，同情也就不存在了。这是人类社会的第2次进化，第1次是与猿分开，靠的是自然选择；第2次是与穷人分开，靠的是另一条同样神圣的法则：私有财产不可侵犯。这条法则在你们地球也有，但执法系统有所不同。在哥哥星球，这道法则由一个叫社会机器的系统维持，它的执法单元遍布世界每一个角落，可以同时击毙上百人。他们的执法法则并不是机器人3定律，而是哥哥星球的宪法基本原则：私有财产不可侵犯。他们带来的不是专制，而是绝对公正的。它不会倾向于富人阶层，哪怕是穷人的财产受到威胁，他们也会根据宪法保护。他们带来的不是暴力，而是绝对的和谐与安全，因为没有人敢犯罪。在社会机器的保护下，哥哥星球的财富不断地向少数人集中，而技术发展导致了另一件事：富人不再需要穷人了。高效率的机器人可以做一切事情，工厂里不再需要工人，富人不再需要厨师、保姆，也不再需要司机，因为汽车全是自动驾驶，穷人连出卖劳动力的机会都没有了。长得再漂亮的穷人女孩想出卖肉体都没人要了，因为 AI 机器人女友颜值高、情商高、安全便宜，拥有无敌性价比。穷人彻底失去了价值，他们真的一贫如洗。这种情况的出现，彻底改变了哥哥星球社会面貌，大大加快了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速度。在我高祖父的时代，哥哥星球60%的财富掌握在1000万人手中；在我爷爷的时代，80%的财富掌握在1万人手中；在我爸爸的时代，90%的财富掌握在42人手中。而我出生时，哥哥星球的资本主义达到了顶峰，99%的财富掌握在1个人的手中，这个人被称作中产者。哥哥星球变成了由1个富人和20亿穷人组成的世界。这时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宪法仍然有效，执法单元仍忠实地保护着每一个富人的私有财产，谁敢偷，谁敢抢，谁就会被消灭。中产者拥有整个哥哥星球，大陆和海洋是他家的客厅和庭院，甚至大气层都是他的私人财产。剩下的20亿穷人全都住在封闭的住宅中，每个住宅本身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微型生态循环系统，他们呼吸的、喝的是系统循环过滤过无数次的污浊空气和水，吃的是用自己排泄物合成再生的食物。即便住在水草丰茂、广阔丰饶的大自
4人，他们也不能从这里索取任何东西，因为一切都是中产者的私产。如果你想要奢侈一把，走出封闭的家，可以花点钱买一粒空气计价器吞下去，它能够检测统计你吸入空气的量，每呼吸一次，银行账户就会自动扣除一点。对于穷人来说，每一口大自然的空气都是微甜的，新鲜的让人流泪，但因为太贵了，每年也只能在节假日出来1、2次，出来了也不敢剧烈活动，通常会坐着一动不动，以控制自己的呼吸量。回家前还要仔细刮刮鞋底，因为外面的土壤也不属于你。现在告诉你，我的父母是怎么死的。我家坐落在一条小河边，周围是绿色的草地，不远处是翠绿的群山。可为了节省开支，我母亲3年都没有到户外去过1次了。有天深夜，她竟然梦游去了户外，执法单元发现了她，检测到她没有吞服空气计价器，便把她朝家里拖，同时用一只机械手卡住她的脖子，让她不能呼吸，以保护另一个公民的私有财产空气。当到家时，她已经被掐死了。执法单元放下她的尸体，对我们说她犯了盗窃罪，我们要被罚款，但我们已经没钱了。于是母亲的遗体就被没收抵账。一个人的遗体是很宝贵的，占他重量70%的可是水呀，但遗体的价值还不够缴纳罚款。执法单元便从我们家抽走了一定量的空气，这导致我和父亲不得不电解15升水，以补充失去的空气。然而这个操作使得住宅的生态循环系统出现了问题，如果不及时补充15升水，生态循环系统将在30个小时后崩溃。我和父亲陷入了绝望，甚至准备到近在咫尺的河里偷些水，但刚出门便放弃了，因为执法单元无处不在。父亲沉思了一会儿，让我不要担心，先去睡觉。我在恐惧和缺氧的状态下沉沉睡去。不知过去多久，一个机器人推醒了我，他指着旁边一桶水说：“这就是你父亲。”我家外面停着一辆资源转换车，父亲就是在那里将自己体内的水全部提取出来。而就在我家不到100米处，有一条小河在月光下哗哗地流着。除了水，转换车还从他身体里提取出了一盒油脂、一些钙片和一枚硬币大小的铁片。父亲死后，我一个人孤独地活着，每天沉迷在 VR 游戏中。慢慢5年后的一天，我看到了一个人在河边跑步，他大口呼吸着空气，在清澈的河水中洗脚。我惊奇于是谁这么奢侈，仔细一看才发现竟是中产者。他已经活了2000多年，不过看上去他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年男人。又过了2年，我家的循环系统彻底崩溃了，空气中的含氧量不断减少，我不得不吞下一枚空气计价器，走出了家门。我必须接受这样的命运，呼吸完我的银行可怜的存款，然后被执法单元掐死。奇怪的是，我发现外面人很多，家庭生态循环系统开始大批量的崩溃了，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。一个个执法单元悬浮在上空，发出警告：公民们，你们侵犯了别人的财产，请尽快离开。离开能到哪去呢？我和其他人一起在草地上尽情奔跑，让清甜的春风吹过我们苍白的面庞，直到把银行存款呼吸完也没有停下。执法单元并没有采取行动，而是发出了中产者的声音：各位好，欢迎光临寒舍。有这么多的客人，我很高兴，但请大家体谅我，你们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。目前有10亿人，另外10亿可能也要来了。你们侵犯了我这个公民的隐私和私有财产，社会机器本该合法的终结你们的生命。如果不是我劝止，你们早就蒸发了。我是个受过多次超等教育的人，对客人是讲礼貌的。我喜欢安静的独处，所以请你们离开。我当然知道大家在各个星球无处可去，所以我为你们准备了2万艘飞船，有可以容纳所有人的生命冷藏舱，燃料足够支持你们找到新家园。请大家尽快动身吧，看在同意净化渊源的份上，我会记住你们的，保重。就这样，我们登上飞船，冷藏冬眠，航行了3万年，损失了近1半的飞船，来到了地球。但总算有10亿人到达了这个世界，这就是各个星球的故事，20亿个穷人和一个富人的故事。听完各个星人的故事，华堂问道：“如果没有你们的干涉，我们的世界也会重复这个故事吗？”我不知道，我只是一名普通的调查员，也在为生计奔波。好了，我该走了，请你保重，弟弟。保重，哥哥。
在星环的光芒下，两个世界的两个男人分别向两个方向走去。华堂来到13个委托人面前，掏出了一把子弹，点一点数目，正好13颗。13个富翁脸上震惊和恐惧只闪现了很短的时间，接下来的只有解脱的淡然。外面一群巨大的火流星划破长空，光芒耀眼，大地巨震。各个飞船开始进入大气层。朱汉阳说：“我们已经验收了，你干得很好，尾款已经汇入你的账户。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，我们可以给你加10倍。”华堂摇摇头，钱已经没有用了。徐雪萍指着桌上的一堆方便面：“还没吃饭吧？咱们吃了饭再说吧。”说着，众人用放酒的大银盆和3个水晶烟灰缸架起一个简易灶台，点燃一沓钱，开始烧水。出神地看着黄绿相间的火焰，像一个活物般欢快地跳动着。当烧到135万时，水开了。跟命运一样，刘慈欣写到这里便停了笔，把剩下的想象留给了观众。我们不妨按照故事的逻辑脉络推演一下人类的结局。如果各个星人社会普查到的人类最低生活标准是捡垃圾，那人类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。全世界的垃圾都被运到澳大利亚，60亿人类每天在垃圾堆里刨食吃。但相比住在封闭住宅内的各个星人，人类至少享有广阔的空间，可以自由地呼吸空气、喝水。在各个星人眼里，这已经很奢侈了。如果普查到的人类最低生活标准是1人100万，那人类的日子也还过得去，至少能相对体面的有吃有住了。但人类的自由、尊严、国家文化、文明也彻底的毁灭了。人类不再是地球的主人。如果各个星人拒绝兑现赡养的承诺，或者兑现的质量达不到1人100万的标准，接下来会怎么样呢？将人类屠杀、减员、封闭、圈养，很难说，全得看各个星人脸色。总之，跟命运一样，这是一个人类彻底失去地球、失去未来、失去命运自主权的黑暗结局。故事带我们走进生活无法到达的地方。想要学习 AI 视频的小伙伴们，别忘了到评论区置顶链接，看看扁豆首发的 AI 视频课程哦。咱们下期见。